中国汽车业的崩溃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快到来。10月7日，中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发出一篇文章：2025年中国汽车经销商急需政策支持。短短2000字，像是一封来自行业的求救信。因为整个汽车流通链已经到了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地步。是的，中国的 4S 店正在集体流血。每卖出一辆车，不是赚钱，而是倒贴几千甚至上万元。据乘联会最新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汽车经销商亏损比例已飙升至 58.6%， 而2019年时，这个数字还只有 20%。短短6年，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从 2% 跌到了负 2%。中国汽车业这个曾经被誉为中国制造的光荣代表的产业，如今正像一辆刹车失灵的车，在下坡路上狂飙。根据乘联会数据，2025年5月，全国汽车库存量突破345万辆，创下历史新高。按单车平均售价15万元计算，意味着超过5000亿元资金被冻结在仓库和展厅。这5000亿就是压在整个行业脖子上的石头。主机厂为了冲销量，疯狂压库，把销量指标当政绩考核。经销商不敢不接，因为厂家返利占到利润的 60% 至 80%。但返利要90天甚至180天后才能到账，而贷款、租金、人工、利息一笔笔在流血。结果是，为了回笼现金，经销商只能低价抛售，有的甚至亏本甩车求生。卖一辆亏一辆，不卖等死，卖了慢死，成了整个行业的共识。河南一位经销商对媒体哭诉，厂家每个月要我接20辆车，但我一个月只能卖出5辆，剩下15辆全是亏损。我们现在靠卖二手车和维修续命，真撑不下去了。价格战这3个字，在中国汽车圈已变成了灾难代名词。2023年是卷，2024年是血战，到了2025年，已经变成自杀式竞争。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涉及汽车价格调整的品牌超过47个，其中新能源车降价幅度最大，部分品牌单车价格下调超过 30%。以比亚迪为例，秦 Plus、海豚等主力车型售价屡创新低，而上游供应链成本却未明显下降。于是厂家压价，经销商让利，消费者观望，3方互相消耗，形成死亡循环。崔东树在文章中直言，当前中国汽车经销商面临现金流赤字经营和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剧的情况，已难以摆脱生存的困境。这句话其实是一个行业的讣告，汽车不再是制造业的支柱，而成了拖累经济的黑洞。有人说，别怕，中国还有新能源。但现实是，新能源车正在吞噬传统经销体系的利润。2025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5%， 看似风光，其实背后是一场行业的结构性崩塌。燃油车经销商的亏损比例高达 58.6%， 新能源车经销商盈利占比虽然达到 42.9%， 但这并非真赚到钱，而是表面光鲜，内里空虚。新能源车后市场利润极低，没有发动机维修，没有油路保养，售后产值大幅缩水。更糟糕的是，新能源品牌崛起的速度远超传统经销体系的反应速度。理想、小米、问界这些新势力品牌主打直营和线上销售，彻底绕开了传统 4S 店体系。换句话说，经销商被排除在了产业链之外。而当中升控股、永达汽车这些头部巨兽都开始转型代理新能源品牌，意味着整个行业正在自我吞噬。大鱼吃小鱼，小鱼没饭吃。经销商的困境不只是某个行业的问题，它正成为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新触点。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截至2025年6月，全国登记在册的汽车经销企业约为 2.8 万家，其中中小型经销商占比超过 80%。一旦其中 20% 出现破产或停业，将导致约40万人直接失业，连带波及上下游金融、保险、物流、售后服务领域，总影响人群超过300万人。而背后隐藏的金融风险更大。汽车经销行业贷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其中至少 30% 为库存融资和短期信用贷款。一旦大量经销商违约，汽车金融、信托、地方银行都将被拖入债务泥潭。这不是一个行业的寒冬，而是一场系统性的雪崩。在房市、基建、消费都陷入低迷的大环境下，汽车业的失速意味着中国最后一个增长引擎也在熄火。数据不会说谎。2025年中国汽车行业总体营业收入下降约 10%， 经销商平均毛利率仅 7%， 较2019年下降1个百分点。净利润率从2019年的 2% 降到2025年的负 2%。库存天数高达37天，创5年新高。综合费用占比 8.1%， 而销售收入持续萎缩。一边是成本补涨，一边是销量虚高，最终形成了假繁荣的泡沫。汽车行业现在的状态像极了2018年的房地产，看似热闹，实则暗流涌动。在江苏、河南、河北等地，已经出现大规模 4S 店关停潮，有的门店夜里被悄悄搬空，有的老板直接跑路，员工工资被拖欠几个月。社交媒体上 4S 店倒闭潮成了热词，网友留言：以前是去 4S 店买车，现在去 4S 店找人退钱。中国汽车业的这场危机不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一场全行业的生死赌局。救救 4S 店吧，这是崔东树在文章中的呼喊。然而在中国，救市早已成了一种仪式，一种失效的安慰剂。过去5年里，从房地产到教育，从平台经济到汽车业，几乎每个行业都喊过要政策支持。但当财政赤字高企，地方债务爆表时，政府的子弹已经所剩无几。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发行额达 3.8 万亿元，其中近40%用于救债还旧债。汽车业要想从中分一杯羹，难如登天。崔东树提出要开展汽车经销领域金融环境专项调研，政策性银行设立授信专项，听起来漂亮，却极度理想化。在信贷全面收紧的2025年，连头部地产商都在为续贷奔走，何况几万家 4S 店。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即便获得政策支持，资金也会优先流向头部企业，中小经销商是没人救的。现实冷酷到残忍，政策再温柔，也只能救少数几家，而更多的经销商只能在寒风中默默倒下。资本的嗅觉最灵敏。2025年以来，曾疯狂投资汽车产业链的基金、券商、外资机构正在无声撤退。在港股市场，中升控股市值1年蒸发近 40%， 永达汽车跌幅超过 50%， 正通汽车更是连续亏损，被迫出售资产自救。A 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汽车整车板块市盈率跌破14倍，创下近5年新低。新能源产业链的投资额自2024年起锐减 43%。而在社会资本层面，原本热衷开新能源门店的投资者也纷纷踩下刹车。理想、小米、问界一个月能卖1万辆，那是总部直营的事，我们加盟店1月卖10辆都难。一位成都经销商苦笑着说，我投了800万，回本无期，现在只想尽快退场。资本的离开意味着信心的崩塌。汽车业不是没救，而是没人愿意救。
2024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了3100万辆，再创新高。看起来风光无限，却隐藏着生产过剩的灾难。根据工信部统计，2025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产能利用率仅为 64.8%， 这意味着超过1/3的工厂在空转，机器在轰鸣，人却在亏钱。过去中国制造业的逻辑是多造、多卖、冲规模，但在消费疲软、人口下滑、信贷收紧的2025年，这个逻辑彻底失灵。消费者不再买单，车企却依然盲目扩产，于是产能堆成山，库存压垮经销商，现金流断裂，行业链条像骨牌一样倒下，制造业的辉煌转瞬成了流通地狱。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押宝新能源，投入超过2万亿元的补贴与信贷支持，但如今补贴退坡，成本上升，海外封锁，中国的新能源奇迹正被现实碾碎。2025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放缓至 4.3%， 远低于2023年的 46%。欧洲市场加征关税，美国收紧补贴政策，外需锐减。而国内市场饱和，新能源品牌开始内卷到底。理想、小鹏、问界、小米几乎每天都在降价，降到最后，不只是利润没了，连品牌形象都被拉下泥潭。新能源不是未来，是陷阱。一位业内分析师直言，技术升级的速度远赶不上价格下跌的速度。换句话说，中国车企在用赔钱换规模，在用自残换话语权，但市场不会怜悯，最终拼价格的死在价格战中，拼规模的死在现金流中。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汽车经销商平均现金流可维持时间不足3个月，新车销售利润率降至负 2.4%， 行业失业人数预计年内突破50万人，破产清算的经销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180%。 这些数字冰冷，却比任何新闻更刺痛。过去我们说房地产拖垮了中国中产，而现在汽车行业正在拖垮制造业的尊严。当一个国家的制造链条从上游的零部件厂到下游的 4S 店全线亏损，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那是一场系统性崩溃的前奏。